英国宣布最大规模援乌计划，超1600枚打击和防空导弹，另有大量资金援助。乌军连发16枚海马斯火箭弹，是清空弹匣等军援，还是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行动？加沙大战再起，以色列会进攻拉法吗？俄乌冲突，中东混战，全球军费大涨。澳大利亚鬼鲨亮相，开始建造生产 MQ-28 鬼斧的工厂，迎接未来海上战争。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英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远超此前英国所提供的。在美国608亿美元援助基本通过的情况下，北约盟友们开始发力了。4月23日，英国首相苏纳克访问波兰，将与波兰总理唐纳德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英国支持欧洲安全的努力。在访问期间，苏纳克对外宣布，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大约400万发小型武器弹药，超过400辆车辆，其中包括160辆受保护的移动赫斯基车辆，162辆装甲车辆以及78辆全地形车辆。另外，英国将援助1600枚打击和防空导弹，以及额外的暴风影巡航导弹等。除了以上武器装备以外，此次英国还将援助60艘舰船，包括海上突袭船与潜水船等。当然，除了援助武器，英国也没忘了为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根据苏纳克的说法，英国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亿英镑的军事资金，主要用于为乌军前线采购弹药、防空以及鹰制无人机等。而在宣布5亿英镑援乌资金以后，使得英国在本财年的援乌资金总额达到30亿英镑。而此次援助也是英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最大一笔军援项目。苏纳克表示，英国是第一个援助 NLAW 单兵反装甲导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提供现代化坦克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提供远程导弹的国家。英国将全力帮助乌克兰。而美国方面同样在增加援助。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正在为乌克兰提供一揽子军事援助。初步确定的援助除了陆军战术导弹以外，还将有大量防空导弹。此外，还包括布莱德利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以及 HMMWV 装甲车等武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援乌法案通过之后，开始在欧美国家产生连锁反应，欧洲开始加大对乌援助力度。下面我们将目光放到乌克兰战场上，看一下最新战场消息。4月20日，立陶宛国防部宣布，已经将一架拆解的 L-39ZA 信天翁交付给乌克兰。其不仅可以用于训练战机飞行员，也可以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斗中发挥作用。L-39ZA 属于 L-39教练机的增强型。捷克斯洛伐克在设计中加入了战斗任务。L-39ZA 拥有4个用于非制导火箭弹以及炸弹的悬挂装置，可携带1100公斤的有效载荷，并配备了一门 GSH-23L 机炮。根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为了加强新成立的加里宁格勒军区，俄罗斯将在该地区部署伊斯坎德尔 M。此外，来自加里宁格勒地区的第11军团以及来自摩尔曼斯克地区的第14军团已经被转移到该地区。俄罗斯加强加里宁格勒军区，就是为了应对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与俄罗斯将伊斯坎德尔 M 部署到白俄罗斯是一个道理。在乌克兰退出阿夫迪夫卡之后，为了防止俄军继续深入，乌军在此处设置了一条坚固防线，来阻止俄军的进攻。然而，这种防御态势被突破了。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在阿夫迪夫卡西北部突破了乌军防线，并沿着铁路深入乌军阵地3公里，攻入奥切雷泰因村。外界并没有给出俄军能在这个方向达成突破的原因，但有尚未证实的消息显示，此次问题可能出现在乌军身上。新部署在此地的115旅，由于战斗力不足，在面对俄军进攻时只能被迫撤退。目前，乌军第47旅正在驰援，究竟是不是115机械化旅的原因，火力军也无法确定。但对于第47机械化旅来说，此次任务异常艰巨。这支部队是乌军在去年夏季反攻时组建的新部队，装备了豹2系列坦克与布莱德利步兵战车等北约先进装备。然而，在去年夏季反攻时，却未能凭借先进装备撕开俄军的苏洛维金防线。然而，损失了不少装甲车辆，但客观来说，第47机械化旅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并且具备非常强的作战能力。自从去年夏天组建之后，一直战斗在前线。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尤其是在阿夫迪夫卡战役最后阶段，成功掩护乌军撤退。然而，如今的第47旅遭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缺乏装备，缺乏兵力，迫切需要修正。好在人员补充和军事援助的问题正在被解决。而另一个方向，哈尔科夫也遭到重创，俄军集中了哈尔科夫电视塔，220米高的电视塔断裂并倒塌。此次俄军的目标正是电视塔上的防空通讯天线，此前就曾对其发动了袭击，但当时并未成功。最后一个消息就是，最近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一段影片，显示乌军一次性连续发射了16枚海马斯火箭弹。外界看到这段视频后猜测，可能是乌军在为美国新军援做准备。不过，乌军一次性发射16枚火箭弹，很可能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行动。因为有消息表示，乌军海马斯打击的目标是位于马里乌波尔的俄军目标，因为那里发生了爆炸。不过这种说法尚未得到证实。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放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开始过节了，逾越节，这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但战斗并没有停止。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战即将在加沙展开。虽然以色列已经从加沙撤军，但战斗还没有结束，因为最近又开始进攻加沙地带。根据最新消息，以色列对加沙中部地区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并进一步深入到扎赫拉和穆格拉卡地区。尽管在过去半年内，以色列还未完全消灭哈马斯，因为加沙地带的抵抗力量正在与以色列国防军作战。而在逾越节第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宣布，为了给予哈马斯新的沉重打击，我们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为什么加沙战事还没结束？内塔尼亚胡是这样回答的：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完全解救被关押人员。按照以色列的统计，目前还有133人在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手中。与此同时，以色列陆军发言人哈加利也证实，以色列参谋长哈勒维在4月22日会见了以色列国防军加沙指挥官，并批准了战争的下一阶段。对于以色列来说，此次将是终局之战。战事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以色列2个战争目标都要实现，才会彻底结束战事。一个是解救所有被关押人员，而另一个就是彻底消灭哈马斯，从而消除加沙的不稳定因素。不过，近期以色列应该不会进攻拉法，因为在这座城市还有140万居民。按照以色列的规则，至少要撤出80万，这可不是几周能完成的。另外，想要攻打拉法，需要地面部队才行，但以色列只有1个旅的地面部队在加沙中部。想要集结足够的兵力来进攻拉法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周日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将征召大约2个旅的预备役人员在加沙进行作战行动。以上就是关于加沙地带的最新消息，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军费开支的最新报告。俄乌冲突、中东混战，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军费开支空前增长。为了解决设备断短缺的问题，俄罗斯再次使用最初为国外客户生产的武器。之前，俄罗斯使用了阿塞拜疆的炮弹以及运往印度的 T90S， 现在又盯上用于伊拉克的铠甲 S1。作为武器出口国，俄罗斯这是在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迪拜航展零成交，武器出口被法国超过，只能说自作自受。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将在乌克兰开设无人机制造工厂，这是该公司在乌克兰的第2家企业，每年能将产量提高1000架无人机，包括生产备件。同时，量子系统还计划在2年内投资600万欧元，用于无人机生产。自2022年5月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就一直在使用量子系统的矢量侦察无人机。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4月2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23年中，全球国防预算达到2430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连续第9年增长快速，增幅是2009年以来最高的一年。在这份报告中， SIPRI 所划分的5个地理区域内的军费开支，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全部增长，其中亚洲、欧洲、大洋洲以及中东地区军费开支的增幅最为明显。军费开支增加很正常，但增幅如此之大，那就说明了各国各地区有了极大的危机感。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各国正在优先考虑军事力量。报告显示，2023年的全球军费总开支占全球 GDP 的 2.3%， 其中美国军费开支达到916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 37%。 此外，多数北约成员国都增加了军费开支。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俄乌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局势，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将越来越多的 GDP 用于军费开支。
而北约所谓的军费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越来越被视作基本线，而不是上限。而俄罗斯方面在去年军费开支达到1090亿美元，同比增长 24%。反观乌克兰方面，去年的军费开支为648亿美元，同比增长 51%， 占到本国 GDP 的 7%。与2014年相比，乌克兰军费开支增加了 1272%。而到了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仍旧处于走高状态。目前欧洲军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美俄中等主要强国也纷纷增加了军费开支，这导致全球军费支出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之后的最高水平。说白了，苏联解体之后，冷战也就结束了。不只是欧洲，其他国家同样看到头顶的冷战阴云在消散，从此刀剑入库，放马归山，默默过自己的小日子。但俄乌冲突之后，又让各国有了危机感，原来战争并不远。看完各国军费开支，接下来看看澳大利亚最新研发的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最新消息。澳大利亚国防工业喜讯连连，其首艘自主研发的鬼鲨超大型无人潜水器原型舰提前1年完工，且符合预算要求，目前已移交军方，之后将对其继续进行测试，验证该潜艇的请侦监效能和远距水下作战能力，进而满足澳军多样化需求，提升水下防卫战力。此外，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康洛伊还称，明年还将接收另外2艘鬼鲨原型舰。从概念到实现，鬼鲨无人潜艇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可见澳大利亚军方对它的看重。据悉，鬼鲨无人潜艇由美国安杜迪尔公司和澳大利亚海军以及国防科学技术集团共同开发，被称为先进战略能力加速器的0号任务。潜艇长约 5.8 米，重约 2.8 吨，水下航速约每小时 3.7 到 12.96 公里，最大作业半径约580公里，潜航深度达6000米，并可自主执行任务长达10天之久，再加上模块化设计，因此该潜艇可搭载不同感测器与设备，执行请侦监和海底基础设施检修任务。当然，鬼鲨也具有攻击能力，可以配备武器以威慑潜在敌人，只不过相关细节并未披露。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鬼鲨不需要为艇员提供防压艇体，也不需要复杂的消音设备来消除潜艇人员活动和生命支持设备产生的噪音，在其部署后，鬼鲨无人艇将使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能够进行隐身、远程自主海底作战，并具备持续的 ISR 和打击能力，并与海军和盟友和其他舰艇进行协同作战。康洛伊也指出，鬼鲨无人潜艇将纳入澳大利亚未来高达52亿到72亿澳元的水下无人海上系统投资计划，并计划直接从原型阶段进入生产阶段。他指出，鬼鲨计划代表了澳大利亚对强化防卫战地的具体承诺，通过专业知识与科技创新的有效结合，能加速提供不对称能力，以满足国防需求并应对各种挑战。而除了鬼鲨无人潜艇外，波音还将在澳大利亚建设 MQ-28 鬼蝠无人机的生产车间。MQ-28 鬼蝠无人机由波音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开发，是一种被称为中程吊机的隐身多用途无人机。2019年，澳大利亚波音公司首次公布了该无人机的全尺寸模型，当时被称为空军联合系统。到了第2年春天，第一架 ATS 原型机被推出，后经多次测试，于2021年2月27日完成首飞。同年11月，第2架原型机也完成了首飞。最后于2022年3月21日，在一个正式仪式上 ，ATS 被重新命名为 MQ-28 鬼蝠。之所以该无人机会以蝙蝠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希望 MQ-28 能够像蝙蝠一样拥有群体狩猎和群体回声定位功能，能有效使用本国硬件并互相协作。此次澳大利亚在当地修建的 MQ-28 生产工厂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基地位于布里斯班以西，预计3年内投入运营。波音澳大利亚防务公司总经理艾米·李斯特表示， MQ-28 将改变未来空战模式，为澳大利亚和盟友提供负担大规模作战的能力。波音则表示，这座9000平方米的工厂将为昆士兰带来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和机器人等领域的技能。据悉，今年2月，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目前已经交付了8架 MQ-28 飞机，并为另外3架 MQ-28 Block 2飞机提供了研制资金。值得注意的是， MQ-28 无人机还被视为美国 NGAD 计划的备选方案，其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 MQ-28 由澳大利亚、波音这种与美空军长期合作伙伴生产，知根知底；二是因为 MQ-28 不同于其他中程吊机，整个试验过程不仅顺顺利利，而且它的自主能力和群体能力还得到了不断验证。
虽然尚未完成和完全投入使用，但已取得初步成效。这意味着其中使用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几乎已经达到了所需的成熟度。在剩余的完善工作之后 ，MQ-28 就能准备好全面服役。总之，对美空军而言，其可以直接将 MQ-28 服役拿来用，也可以借鉴其经验和技术，开发出更好的中程吊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关于美国即将通过援乌法案，欧洲盟友开始大举援乌的资讯，乌军能否凭借这些军援阻挡俄军可能进行的初夏攻势呢？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